嗨，大家，我是 mini。今天这期节目又是一期在场景里学中文的视频。我呢，带着你们一块儿来看一下我的洗手间。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在洗手间里会用到的中文词汇。看过我视频的朋友们应该知道，我现在这个房间它是一个 loft 户型，我们叫做 loft， 也就是说它有2层。1楼呢就是我的客厅、厨房，2楼呢就是我的卧室。而且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，它有2个洗手间，楼上一个，楼下一个。那楼下的洗手间呢，它是可以洗澡的，但是楼上不可以。楼上的洗手间只能用来洗脸或者是上厕所。OK， 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洗手间里常用的词汇，你知道多少呢？来喽来喽，打开门，好黑呀，开灯。当当当当，这就是我的1楼的洗手间，它呢不大，很小。我们来一点一点看一看，每一个部位都怎么说。嗨，那正对着我的这是一面镜子，镜子，这个是镜子。然后这个镜子呢，它其实也是一个储物柜，储物柜。你们看一下啊，可以把它这样打开，打开，然后后面呢，放了一点点肥皂之类的东西，它也是一个储物柜。然后这里是电源，这个叫做电源，电源。而且它电源这里有一个保护盖，特别好，就防止呢这个电源受潮，毕竟洗手间里面会有水啊之类的，它有一个保护盖。然后这个是开关，开关，开关，关灯，开灯。我们之前的节目里讲过了很多次啦，相信你们应该都学会了。好，那这里就是一个洗手台，洗手台。这个叫做水龙头，水龙头。打开水龙头，关上水龙头。这边我放了2款洗手液，洗手液，洗手液。然后这2个，这个是纸巾，纸巾，这个是湿巾，湿巾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这个白色的就是马桶，马桶，马桶。现在呢，我把马桶的盖子盖上了。那我平时会习惯把马桶的盖子给盖上，因为觉得如果一直打开的话，总觉得会有味道出来。所以我习惯把这个马桶盖子盖上。这里是冲水的按钮，按钮，冲水的按钮。你看，像左边这个大一点的，就是水的流量会大一点；右边这个小一点的按钮，它的冲出来的水就会少一点。那一般怎么使用呢？我想咱们的使用方法是一样的。如果你是小便的话，咱们就用这个小一点的按钮，对吧？这个比较小，水量小，咱们可以省点水哈。但是如果你是大便的话，咱们就要用这个大一点的按钮，因为水量够大，把脏东西冲掉。然后马桶旁边我放了一个垃圾桶，放了一个垃圾桶，然后这个垃圾桶上面我套了一个黑色的垃圾袋，垃圾袋。这边还有一个水桶，这个就是水桶，水桶我用来这个拖地的时候用的。旁边这个就是拖把，拖把，我们也叫拖布，拖布，拖把，水桶，打扫房间用的。
哎，这个刚刚一进来的时候，我想你们看到了哈。你们猜猜这个黄色的特别大的一个袋子，它是干嘛用的呢？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材质哈，它是这种防水的材质，防水的，它不是简单的布料，很厚实，很厚。然后里面呢也是这种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材质，但是反正告诉你们啊，它是可以往里面放水的，而且可以放热水，所以你们可以猜猜看，这个大袋子是用来干什么的？反正我在加拿大生活的时候呢，我想买这个没有买到过，我是回到了北京，在网上买的，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特有的习惯吧，好像是哈，你们好像不做这件事儿。就是我们喜欢睡前，我在这里卖个关子啊，还能手提呢，这儿有一个手提袋。总之，这个黄色的袋子使用频率非常高，尤其是冬天的时候。猜猜看啊，干嘛的？评论区告诉我哦。那洗手间的墙上，我们一般都会贴的这个叫瓷砖，瓷砖就这面墙。这墙上的都是瓷砖。OK， 那这边就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淋浴间。淋浴间就是洗澡的地方。这个是门。好，其实它这个洗手间因为比较小，所以它有一个 bug， 就是有一个漏洞。它这个门啊没有办法打得特别开，你看它只能打到这个位置。不过也够用了 ，OK， 好。那刚刚我开门的时候，这个东西我们叫做把手，把手。好，打开浴室的门。好，这个东西我们叫地漏，地漏，它是用来把这个水漏下去，地漏。浴室四周呢，墙上也都是瓷砖，瓷砖。然后这个洗澡的地方，这个东西呢，中文叫做莲喷头，莲喷头，莲喷头。这就是一个水管，水管，它连接着这里，这里就是我们的水龙头啦，水龙头。那在我的淋浴间呢，我放了很多洗澡要用的物品，比如说这个叫做浴花，浴花，浴花。然后下面的这些呢，有香皂，香皂。然后后面的是洗发水，洗发水，还有沐浴露，沐浴露。这些都是洗澡的时候我会用到的。这里我们来看一看哈，这个呢就是浴室的灯，灯，浴室的灯。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叫做排气扇，排气扇，排气扇。你们会发现我的这个洗手间这个浴室它是没有窗户的，没有窗户。所以它的通风全靠这个排气扇，排气扇。比如说，当我们洗完澡了之后呢，肯定房间会充满了水蒸气，然后非常的潮湿。那尤其是夏天的时候，非常的热。这个时候呢，要想让这个卫生间能够很好的换气，我们要把这个排气扇打开。好了，你们看，我把排气扇打开了，它已经在工作了，声音还挺大的，对吧？哇，好累。最近呢，因为工作比较忙，再加上我上个月一直在生病，最近又开始鼻炎，所以身体状态一直不太好啊，拍一条视频都感觉好累啊。那今天呢，教了你们这些在洗手间里常用的词汇。那洗手间你也可以叫它卫生间，
卫生间。那如果你出门在商场里面，然后找卫生间的话，你就可以问对方，请问洗手间在哪里？或者请问卫生间在哪里？洗手间和卫生间这两个词都是我们非常常用的。好吧，我要休息一会儿了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